给我瞄准了打。击头，第二个了，扫击。啊，这第三个了。这直蹬腿，你老跑，又推腿，哎，这个绝对 KO， 结束了，结束，现在 KO 了。中国拳坛又出一员悍将，上了擂台犹如猛虎下山，根本无人能敌。自学苦练13年，扫堂腿，全程暴踹日本拳王300下，将他踢得小腿骨折，当场躺尸擂台。就连现场解说也惊呼，这才是真正的抗日奇侠。被踹到怀疑人生的就是来自日本的3冠王山田裕希。这家伙曾在一场比赛中以1敌2被对手疯狂暴打10分钟，还能活蹦乱跳走下擂台，而闻名于日本抗揍界。而他之所以如此顽强，只因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武士，因此将日本武士道精神刻在骨子里的山田裕希便立志跟随前辈的脚步，只为有一天能报效日本天皇。没想到在他来华1个月，保持3战全胜之后，便完全不将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放在眼里，甚至还放下狂言，声称1年的时间就会彻底称霸中国拳坛。如果失败，那将无颜面对父亲多年的辛苦栽培。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拳王，有着野狼之称的焦富开没有任何犹豫，当即冲上擂台。他不仅曾多次获得了全国散打锦标赛的冠军，还自学苦练了13年扫堂腿，终于达到巅峰造极的程度。甚至只要是他的比赛，那台下都要提前准备救护车和骨科医生。尤其是面对日本人焦富开，更是能火力全开，就绝对不会手下留情。毕竟在擂台上，就算将他们当场打死，也不用承担丝毫法律责任。而就在焦富开成功踢断了数十位日本选手的小腿之后，终于引起了日本官方的注意。山田裕希也在赛前立下军令状，声称要以牙还牙，势必为受伤的日本同胞报仇雪恨。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小伙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黑色短裤是中国选手焦富开，迷彩短裤则是日本拳王山田裕希。爱国情节严重的焦富开一上来就猛打猛冲的用拳头招呼对手。反观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的日本选手，暂且只能用搂抱来保住自己的一条小命。不过号称野狼的焦富开在擂台上打日本人是出了名的狠。既然山田裕希这家伙敢觊觎中国的搏击市场，那就必须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还在做报效天皇春秋大梦的山田裕希，肯定想不到他接下来要经历怎样的噩梦。这个青年这个散打锦标赛的65级冠军啊，他现在看是共这距离。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山田裕希害怕了，靠一个哇！你往右边跑，对不起，我这是反身变拳，你别跑，等着，可以上西装对，漂亮，上头了，西装上头了，他还能站住吗？还能起来吗？可以，还可以。刚才的运动员裁判说还是比较顽强的，对，啊，他表示是滑倒的，但是呢，裁判还是给他强读了，这个强读。日本的山田裕希就被扣2分。被击倒读秒了1次的山田裕希，明显是对中国小伙产生了阴影。从他这后撤的步伐就能看出来，这日本拳王根本就不是焦富开的对手。此时比赛才刚刚开始，就已经被打成了这副熊样，那别说报效日本天皇了，恐怕他能完好无损的逃回小岛都是一个问题。然而，就算这家伙再怎么逃跑，焦富开都会默默地用拳头进行瞄准。只要让他抓住机会，那么必定是一套丝滑的拳打脚踢。山田裕希这次恐怕真的会被人当成裕希抽了。他比较明显，防守和游击状态，因为他可能了解这个焦富开的实力，不想跟他硬碰硬。那么现在你看那个山田裕希，主要是通过这个左侧的滑步进行移动，这个转身边拳也挺有意思的。这时候焦富开聪明点，你不是往左边移吗？对，我这不后高边上头，你往这边左边移。然后你往右边移，我这个转身边拳，对，迎击他，击服。但好，这个打自身腿踢得很重。从比赛开始到现在，焦富开不是在发起进攻，就是在发起进攻的路上，连续的狂轰乱炸，一时间也让山田裕希吃尽了苦头。但只要比赛还在继续，那他的噩梦就远远没有结束。不过是击败了3位中国选手，就以为中国拳坛没有能人，那未免也太自大了。俗话说，不是不报仇未到。焦富开从登上擂台的那一刻起，就没有让对手活着走下去的打算，甚至从他这进攻攻势也能看出来，焦富开想要暴揍小日本的决心。只能说赛事方的安排太明智了，在暴打日本选手这一块，没有人比焦富开更专业。也告诉这个对方打就不要再踢他，像这种打就不能再踢了啊！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山田裕希也很聪明，还有10秒，最后10秒，哇！这个打拳又一次的让他起来，这个打拳，他会起来的，但是呢，这个倒的有点快，这个。
2次强都扣掉4度的。对，所以在后面比赛中，日本选手比整个 KO 对方才有机会。山田裕希能活着撑到第2回合，纯属是福大命大。不得不说，这家伙的抗击打能力确实远超一般人。首回合他不是最重腿踹翻，就是被重拳爆头。但无论焦富开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日本这家伙都能拍拍屁股重新站起来。难道非要让中国小伙拿出必杀技山田裕希才会心服口服吗？赛前还说要用1年的时间彻底称霸中国拳坛。不过恐怕经过这场比赛以后，未来的几十年他都不敢再踏上中国擂台半步。焦富开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奇侠，打起日本人来就是爸爸打儿子，根本不讲道理。当裁判这个毛巾再次给他这次抢夺，因为3次后倒踢嘛，对不对？山田裕希真是抗击打能力超强。这次他就防住了。好，摇摇晃晃的山田裕希已经丧失继续比赛的能力了，而他依然能选择继续比赛，不过是身体里的武士道精神在作怪罢了。如果换作是一般人，说不定早就已经被送往江抢就是了。不愧是日本有名的抗揍王者。看到这里，小编严重怀疑这家伙就是跑来中国挨揍了。之前之所以能击败3位中国选手，恐怕对战的是少年组吧。不过还在苦苦坚持的山田裕希马上就要解放了。焦富开2拳精准爆头，直接将他干趴在地。我现在就 KO 了，对 KO 了。我说对方剑有意识防你这个扫踢，这血到时候重拳嘛，对不对？是。果然不出所料，一个好手重拳 KO 对手，过瘾。焦富开可以说他的绰号隐形战机就让别人琢磨不透，在多次的进攻。看山田裕希这生不如死的样子，肯定是看到了天上的太奶。不过他能有这样的结局，却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以为能依靠自己的抗击打能力坚持到比赛最后，结果还是顶不住焦富开的重拳轰炸。不得不说，中国小伙焦富开这场比赛打得实在是太精彩了。从比赛开始到最后，不是在暴揍对手，就是在暴揍对手的路上。甚至他还自学苦练了13年扫堂腿。虽然将近数十次的暴踹没有让日本拳王受到太大的影响，但相信他的大腿肌肉群早就已经波涛汹涌了。最终焦富开成功在第2回合 KO 对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小伙焦富开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